大家好，埃及最近又上热搜了，说什么第一批去埃及旅游的人快被骗到裸奔了，什么人之初性本骗，真的太离谱了。打开评论区更是气死所有埃及人，大量的人被误导，还有一些添油加醋的，说什么7个骆驼被骗1000欧元，什么被车道抢劫，竟然还有很多人都点赞。我在埃及生活这么多年，没听说过这么夸张的。我也私信了几位遭遇很夸张的网友，想了解一些情况，到现在也没有回复我，可能还没看到吧。甚至一些在埃及的人说埃及人很友好，从来没有被骗过，后面的评论全是反对的。尤其是几个博主拍了几个非常有偏见的视频，导致我最近每天都在被艾特。说实话，那个热搜倒还好，那些视频真的太夸张了，完全感觉不到尊重，带着明显的偏见，竟然还说埃及非常非常危险，金字塔里没有空调。我想说，你去埃及旅游，难道你眼里只有骗子吗？就只有落后的贫民窟吗？那些友善的微笑、便宜的物价、壮观的古迹，那些高楼大厦，你都看不到吗？为什么你眼里全是负面？如果一直带着滤镜，带着目的，有选择的展示，那你和 BBC 那些新闻有什么区别呀？还有一些大博主没去过埃及也要偏题几句，拿着没有来源的负面信息在那里乱说，这些内容真的非常破坏两个国家的关系。一些人还说什么埃及区别对待中国游客，中国和埃及有史以来都是很好的关系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埃及是非洲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，埃及人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，对待中国人也非常友好，根本不存在任何不好的看法。埃及的很多建筑都是交给了中国，中国发起金砖国家、一带一路，埃及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，关系都是很好的。现在的年轻一代学习中文的非常多，我身边很多从小就开始学中文。埃及小朋友看到中国人都会很好奇，会上去打招呼合影，但是被一些人说成为了要钱，根本不是，要钱的只是那些卖东西的，你不搭理就行了呀。至于说埃及危险，更是太夸张了。埃及的犯罪率一直排名100往后，抢劫率更是世界倒数第一第二。关于抢劫偷盗游客，我真的没听说过，我在一些论坛上也没有查到，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看看。埃及人没有这个胆子，但是还是提醒你，去任何地方旅游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物品。我今天并不是来反驳埃及没有骗子，埃及确实有旅游骗子，这个我不否定，但是哪里没有旅游骗子啊？我也并不是说你不能说这种现象，你可以说你被骗了，但是你不要以偏概全，不要太夸张，不要误导别人，不要搞得好像埃及只有骗子，那些代表不了埃及。金字塔景区的骗子并不比别的国家多，如果你的英文很好，你就会发现大部分所谓的骗子其实就是价格虚高，需要讨价还价。而且除了金字塔，埃及几乎没有旅游骗子。大家可以看看另外一位博主叫疯狂的小猫啊，他非常有文化的有思想的博主，在埃及拍了很多视频，讲得非常客观。我本人也去过10几个国家旅游，也去过20-30个中国城市旅游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三亚，已经去过4-5次，而且今天的机票已经买好了。三亚也报道过一些商家坑游客，难道这些就是三亚的全部吗？难道我会因为几个个别的情况就放弃这么好的地方吗？因为我知道坑人哪里都有，出去旅游不管去哪里，我们都要提高警惕，不能因为几个别现象就全部否定一个地方的。既然出去玩了，你就要带着美好的心态去客观的评价，不然你出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一下，不管你去哪里都是乱造、落后、骗子，那你还出去干什么呢？我和大家一样，深爱自己的祖国，而且深爱中国。我在中国安家，也非常喜欢在中国旅游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两个国家的关系。今天也给想来埃及的朋友介绍一些情况。
如果你在金字塔被骗了，或者临时加价格，你一定要去找警察，警察肯定会帮你的。埃及是有小费文化的，可能很多中国游客不理解。服务行业的人帮助你以后，都希望能得到一些小费，因为他们的月薪只有几百人民币，主要来源就是小费。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零钱。在埃及估计参观不要穿太夸张，会被认为不尊重国际。而且埃及民风比较保守，但是你在海边穿比基尼都没问题。我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埃及人，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你，埃及的旅游非常精彩，有伟大的国际、美丽的大海、热情的人民、很低的物价、独特的民宿，而且治安非常安全，绝对值得你来。你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旅游。最后也很感谢那些去过埃及客观评价埃及的朋友，也很感谢很多朋友艾特我，用的基本上是真的是这样吗，而不是原来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来过埃及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如果你还没来过埃及，埃及随时欢迎你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